公布儿媳合谋杀子案。下面我将用虚拟名字讲述整个案子的经过。2010年9月25日上午，云南某地，2名环卫工人看见湖面上漂浮着一个编织袋子，两人合力将袋子打捞了上来。这个袋子有些重量，出于好奇，两人想都没想便打开了袋子。然而两个人当即便双脚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，那里面竟是一颗人头。报警后，办案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。由于长时间浸泡，头颅已经面目全非，根本无法辨认死者身份。但这头颅的后脑有一个明显的未拆线伤口，看来是最近几天新的伤口。虽然没有找到尸体的其他躯干部分，但刑侦小队已经有了些眉目。4日前，曾有一名醉酒的男子打电话报案，称自己被殴打了。当警方赶到现场时，这名男子躺在地上，一身酒气，后脑处有明显伤口。经调查，这名男子叫陈刚，说是与朋友发生了口角。当时陈刚醉得厉害，警方问他许多问题都答得前言不搭后语，无奈他们只得先将陈刚送去了医院处理伤口，然后通知了他的妻子把他领回家，待他隔天酒醒之后再让其来派出所完成笔录。但第二天陈刚却并没有去做笔录，也没有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，于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警方经过反复对比，发现两者的伤口极为相似，于是警方判定死者应该就是陈刚。警方立即去陈刚家进行走访调查。陈刚的妻子蒋英称，那天在医院回来，陈刚醒酒后就出门了，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。他告诉办案人员，陈刚10天半个月不回家时常发生，从来不跟家里打招呼，他都习惯了。蒋英的说辞似乎很合理，但警方还是发现了一些疑点。前一日是中秋佳节，按理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在家过节，而且面对警方的盘问，蒋英的眼神一直在躲闪。警方立马进入陈刚家进行勘查，果不其然，办案人员在窗户上发现了少量血迹，而且地板还有清理过的痕迹。警方采集了陈刚儿子的血样，与死者和窗户上的血迹进行了血样对比，结果证实死者就是陈刚。作为第一嫌疑人，蒋英被带到了警局。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，起初蒋英还想狡辩，但他哪是心思缜密办案人员的对手？几个回合下来，他的言辞便漏洞百出，自己都圆不回来了，最后不得不老实交代了实情。然而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，蒋英并非杀害陈刚的主谋，除他之外，还有陈刚的父亲老陈、陈刚的血亲姐姐陈娜，以及陈娜的男朋友普华。看完点赞，好运不断，比心，下集见。